台湾小米日前发出邀请函，即将在1月10号在台湾推出红米 Note 14系列手机。这款手机在2024年9月底首度在中国发表中国版本之后，接着12月在印度正式发表国际版本，分别为红米 Note 14、红米 Note 14 Pro， 还有红米 Note 14 Pro Plus 3款。目前尚未得知台湾会引进哪几款，但根据可靠的消息，最高阶的 Note 14 Pro Plus 应该有机会在台湾亮相。接下来我们就来抢先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2025年由 OPPO 所推出的 Reno 13打头阵后，接着红米手机就准备跟着推出了。台湾版本预计与印度首发的国际版本规格功能基本上都会相同，与最早推出的中国版本只有红米 Note 14在相机上做了调整。Note 14 Pro 跟 Pro Plus 大致上都相同，基本上没有所谓阉割这件事情。当然，台湾的售价势必会比较高一些哦。但以这2年台湾小米的定价策略比起其他中国品牌国际版本都要有诚意一些。原因就在他们把产品慢慢又收回到小米之家的商城贩售，目的是降低因为补贴电信还有通路商而垫高的成本，所以售价会比较划算一些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3款手机的功能特色。红米 Note 14是系列中最入门的款式，外形上跟其他2款有明显的不同，例如说萤幕的设计，还有相机模组的设计，这是最容易区分2者的差异的设计哦。红米 Note 14配备 6.67 寸 AMOLED Full HD Plus 全平面的显示器，支援120赫兹的更新率，并使用康宁 Gorilla 第5代保护玻璃，还提供 IP64 的防尘防水保护。那其他2款呢，都是双曲面的显示器，所以有说出平面我就买的，现在应该可以入手了吧？那处理器部分采用联发科技天玑7025 Ultra， 电池电量是5110毫安时，并搭配45瓦的快充。声音的部分呢，有着双立体扬声器并保留 3.5mm 的耳机孔，还有红外线遥控功能。现在保留 3.5mm 耳机孔的大概只有电竞手机吧，一般的手机可能比较少见了哦。相机模组的部分放在机背的左上角，那这也其他2款有一些差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小米14还有小米14 Ultra 的差异。镜头配置是5000万像素 LYT 600感光元件的主镜头，搭配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还有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不过我认为这个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好不好用就看个人我自己觉得不好用那在印度最高规格的部分是8+256GB 款式售价是21999印度卢比，台币折合大概是8500元左右。整体规格来说，这属于比较入门的等级，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近乎中阶的规格，我觉得还蛮可以的。红米 Note 14 Pro 在整体设计上跟 Pro Plus 款式是相同的，不过以台湾小米近期引进手机的惯性来看，这款比较不上不下的机型引进台湾的几率，我觉得会比较小一些。毕竟台湾消费者习惯大多往价格的2边靠，要么就是买稍微比较好一些的，要么就是往价格最便宜的方向在走。萤幕部分同样配备了 6.67 寸的 AMOLED 显示器，不过规格跟 Note 14有一些差异，它使用双曲面显示器，但是 Note 14呢是使用平面的那解析度也提高到更优异的2712×1220 1.5K 解析度，保护玻璃也提升到康宁 Gorilla Glass Victus 2， 防护力也提高到 IP68 防尘防水。话说它的背盖设计非常有意思，它用双色拼贴，并且让交界线在镜头模组中汇集，变成十字的意象，这个辨识度超级高的。话说这样子吸血鬼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拿出手机，我就可以抵抗了？ Note 14 Pro 搭载联发科技天玑7300 Ultra 处理器，电池电量提高到5500毫安时，但充电效率还是维持在45瓦，这个真的有一点可惜。相机模组采用圆方设计，位置是在对称中间的位置。虽然Note 14 Pro 比 Note 14高一阶，但是相机配置却完全一模一样。同样采用5000万像素 LYT 600感光元件主镜头，搭配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与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这样的相机规格，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 OK。好，
印度的售价部分，最高规格是8+256GB，它的售价是26,999印度卢比，折合台币是11000元左右。不过对我来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好像买 Note 14更划算一些。红米 Note 14 Pro Plus 是系列中最高阶款，外形设计上虽然跟 Note 14 Pro 几乎一样，但无论是处理器、电池、充电效率或是相机规格都优异许多。我们先看一样的部分哦，萤幕部分跟 Note 14 Pro 相同，配备6.67寸的 AMOLED 1.5K 双曲面显示器，保护玻璃也同样采用康宁 Gorilla Glass Victus 2，也支援 IP68 防尘防水。镜头模组跟机身设计虽然也是相同的，但接下来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先说背盖 ，Note 14 Pro 采用双色拼接的塑料材质，但14 Pro Plus 背盖采用去年才推出的康宁 Gorilla Glass 7i 保护玻璃，那这个整个保护力更提升，也提供失手触控的功能哦。另外，在内部的结构也提升了强度，并在边框啊，还有四边角都有加强防护，大幅提高抗摔跟抗弯折的能力，也更耐震。这对于使用来外送的族群应该会更合适吧？哦，那镜头的部分采用5000万像素、1.55%寸的光影猎人800感光元件，并配备 OIS f1.6的主镜头，搭配5000万像素 f2.0 2.5倍的望远镜头，还有800万像素 f2.2的超广角镜头。这个镜头的组合更符合旅行跟日常的拍摄使用哦。那效能的部分采用高通 Snapdragon 7S Gen 3处理器，并有着5000平方公里的大面积 VC 散热。电池部分采用金沙江电池，也就是它更薄，但是容量更大的意思哦。那容量是6200毫安时哦，这是非常大哦，并有着90瓦的有线快充。电池这部分已经超越许多的旗舰机种了。那声音部分还是依然有着双立体的扬声器，并保留红外线的遥控功能。对了，这是14 Pro Plus 还采用小米手持下放的 T1 通讯晶片，可以提升 GPS 的表现跟功耗哦。那印度售价部分，最高规格的款式是12+512GB，售价是35999印度卢比，台币大概折合起来算是14000左右。价格虽然是属于中低阶的价格，但整体的规格是属于中高阶等级的，我觉得是蛮划算的选择哦。红米 Note 14系列这是在国际版本的 AI 功能更齐全。红米 Note 14的部分有着 AI 橡皮擦、AI 魔术天空、AI 相簿等功能哦，而14 Pro 系列会更多哦。那拍照跟相片编辑的部分加入了 AI 背景虚化、AI 智慧剪辑、AI 扩图、AI 橡皮擦 Pro， 还有 AI 去背等等的功能哦。那其中的 AI 扩图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实用的哦。那你可以把图变得更大张一些哦。日常与工作使用的 AI 部分有着 AI 搜寻圈、AI 字幕，并加上翻译的功能，即时口译、电话翻译。更重要的是有着内建 Gemini AI 的功能，整体的 AI 体验会更优异。那整体来说我蛮推两款的就是红米 Note 14还有红米 Note 14 Pro Plus 两个版本以印度售价来看 ，CP 值这两款是比较高的当然台湾售价还没公布，但如果跟印度售价不会差太多的话，我认为在找中阶机跟入门机的朋友，这应该就是蛮好的选择。接下来等台湾正式公布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开箱实测就请大家等我一下吧。以上就是即将在台湾推出的红米 Note 14系列报道，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期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跟建议，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